大家好，欢迎来到 AZ 音乐的频道，我是 Andy。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那我在这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频道呢，主要是介绍在手机歌唱 APP 里可以使用的设备。除了可以在频道里听到各式各样麦克风原始的、没有经过软件加工的声音，麦克风之间的声音对比，还有关于一些设备的知识。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内容的话，也请大家点击按赞、收藏。如果对于设备或者歌唱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私信，我会一一为大家回答。那我们进入正题。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雅马哈的电容麦克风 YCM-01。那这一集我主要介绍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历史悠久的多用途动圈麦克风 Shure 的 SM58。除了在大量的舞台演出或者演讲可以见到它，在录音室和直播间里也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这么经典的麦克风，难道还需要介绍吗？当然需要啦。毕竟经典啊，是需要我们这些爱好者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它是价格亲民、简易使用的麦克风。如果你正在考虑拥有一支实用性强、声音温暖，又能承受大声量的麦克风，那 Shure SM58 将会是你很好的选择。以下的视频呢，我将会全程使用 Shure SM58 搭配 Zoom 的录音界面 AMS-24 来进行录制。打开包装盒，首先看到的是一些文件资料，一个麦克风收纳袋，里边有 Shure 的贴纸，一个麦克风支架，还有 Shure SM58 麦克风。SM58 是 Shure 在1966年开始推出的，它的外观采用简约设计，黑色机身配上球形银色网罩。虽然外观平凡，但 SM58 机身采用铸钢制作，非常坚固耐用，它能经受不断的撞击和跌落。但是我不会拿它来实验了哈。网罩可以旋转下来清洗更换，取消网罩可以看到里面的球形网，这是它内置的防喷网。SM58 采用心形指向来收音，它从正面录音，侧面和背面的声音会被抑制。它也是一款灵敏度较低的动圈麦克风，这代表你需要较靠近麦克风才能有好的收音效果。这样的低灵敏度让它在嘈杂的现场环境中使用的效果很好。它们能减少环境声音的收入，更多的集中到歌手的声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摇滚团体和现场演唱会喜欢使用 SM58 的原因。刚才我们有提到 SM58 它的低灵敏度在现场演唱所带来的好处。在录音方面呢，也因为它的低灵敏度，在录音时它可以帮我们减少收入周遭的杂音，比如说屋外的车辆声、人声等等。但低灵敏度呢，它也使得 SM58 是公认的其中一个比较难推的麦克风。白话来讲，就是麦克风在录音的时候，它的录音音量需要开得很大。这个呢，它会间接会放大录音界面它本身的底噪。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当我把录音音量开得最大的时候，那个底噪的声音。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我们可以选购本身底噪小、麦克风增益较大的声卡，比如像 Zoom 的 AMS24、UAC 232、Moto M2、Universal Audio Vault2 这类声卡。那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如果以微信歌唱 Apps 来举例的话呢， Moto M2 和 Vault2 这里主要用于录音的声卡，由于它输出的音讯是单声道，所以当我们用它来连接手机或者平板做直播时，我们的听众他耳机只有一边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你是使用左边的1号麦插座来连接你的麦克风，那对方只有左边的耳机可以听到你的声音。那使用右边的2号麦插座呢，那对方只有右边的耳机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如果在你录歌或者在歌房歌唱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模式，比如说 CD 或者是演唱会模式，它会将我们的音乐讯号转换成立体声。这时候我们的听众两边的耳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这类声卡在微信还是可以使用的。不过我还是推荐像 Zoom 这样的声卡，它可以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一个 streaming 的功能，将我们的音乐讯号转换成立体声。这样我们听众肯定两边的耳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是比较方便的。第二呢，我们可以使用麦克风前级来增大动圈麦克风的音量。也许我们之前购入的声卡，它提供给麦克风的增益不够大。那在不更换声卡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选择使用麦克风前级，像 Clarktech 的 CM1、SE 的 DM1，它们可以在无噪音的条件下，为我们的麦克风增加干净的25到28 dB 的声量。那这里我就给大家听一听，在使用麦克风前级之前和之后的麦克风的声音。那这里给大家小小的提示，使用麦克风前级需要开启我们声卡的48伏供电。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桌上摆着我们的 Zoom AMS24、Clarktech CM1， 还有 SE DM1。我们现在测试，在连接 Clarktech CM1 之前和之后，我们的 SM58 它的声音会出现什么变化？那我这里先给大家看一看。现在 AMS24 上的那个麦克风的录音量是调整到 7.5。Mic test 1 2 3 Mic test。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旋钮调整到5， SM58 的声量就够我们使用了，已经够大了。好，现在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有力，然后后面的噪音也减少了一些。好，这个是 Clarktech CM1 的声音。那刚才测试了我们的 Clarktech CM1， 那现在轮到我们的 SE DM1。 好，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声量，麦克风声量是调整到 7.5 的位置。
My test. 1, 2, 3. My test. 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麦克风的量我们调整到 4.5 就足够了。OK， 这可以显示这个 S1 DM1 的声量会比 CM1 稍微大一点。好，这个就是 SM58 连接 S1 DM1 的声音。那在实际使用后呢，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 S1 DM1 的声音，听起来比较丝滑，背景的杂音会比较少。那是因为它在 XLR 的连接点上，它有做镀金的处理。这可以保证我们的音乐讯号在传播上呢更稳定，做到无损连接，而且它是直接插在麦克风上的，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准备多一条麦线。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苹果耳机和Shure SM58在微信里的声音对比。My test, my test, 1, 2, 3。这个是苹果耳机在微信的声音。My test, my test, 1, 2, 3。这个是 Shure SM58在微信的声音。My test, my test, 1, 2, 3。这个是 Shure SM58配上 S1 DM1 在微信的声音。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怎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听到这里，相信各位内心也会好奇，这些歌唱设备可以在哪里购得呢？那我向大家郑重推荐 Music Bliss 音符音乐坊，马来西亚最棒的音乐器材专卖店。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各大品牌的乐器、录音和直播设备，
悄悄告诉你们，我的器材也是向他们购买的哦。他们售卖的都是正牌商品，不仅价格公道，而且还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们的官网进行咨询哦。在进行的比较后，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感想吧。那就我个人的结论， Shure SM58 它可以在市场屹立这么久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收录讲话的人声，听起来声音是很干净、结实而且温暖的。在唱歌方面呢，我时常听别人说 SM58 的声音比较闷，但我个人觉得 SM58 的高音唱起来也算是清脆的，中低音方面呢听起来是很舒服。一点点的缺点呢，我觉得在词句的呼吸点或者是句尾要做一点拉音的时候呢，那个可能它会把我们的声音断得很干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语气，它也会把它给消除掉。这可能跟它的低灵敏度有关系。然后这个麦也容易有喷麦的一些声音，所以在歌唱的时候呢，那个距离要把握得好。当然，这里也提醒大家，在使用设备提升音质之前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副好声音来运用。所以有兴趣学唱歌的朋友，可以到微信那里找我询问哦。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集见。